讲就是《侏罗纪公园》这部系列电影，而恐龙的兴起则在白垩纪。这个时期，全球范围内的恐龙开始迅速发展，很快就夺得了地球代言人的宝座。而后，食草和食肉动物双方将上演史诗级的对抗。那么，谁又笑到了最后呢？想象一下，高耸入云的阿根廷龙，全身布满装甲的甲龙，凶残的霸王龙，巧巧敏捷的迅猛龙等，这些霸者为了自身的生存，相互竞争，毫不退让。他们之间进行了无休止的斗争，只有最强壮、最坚韧的物种才能在食物链的顶端确保一席之地。然而，这个恐龙统治的伟大时代被一场突然的全球灾难终结，导致了大多数恐龙物种的悲惨灭绝，并永远地改变了地球上生命的进程，史称白垩纪第3纪灭绝事件。白垩纪时期作为中生代时期的最后一个时期，从 1.45 亿年前到6500万年前，它延续了一个漫长的时间进程。在这段时间里，地球上出现了许多不同类型的恐龙，包括一些最大和最具代表性的生物。随着侏罗纪过渡到白垩纪，主导的动物群开始发生变化，新的恐龙群体如角龙类和兽脚类变得越来越活跃。白垩纪分为早晚2个时期，早白垩纪发生在 1.45 亿年前到1亿年前之间，这时候恐龙的种类急剧增加。随着早白垩纪的发展，新的翼脚类和蜥脚类恐龙群体开始出现，同时这也是第一批鸟类从小型有羽毛的兽脚类恐龙进化而来的时期。在晚白垩纪时期发生了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超大陆盘古大陆的分裂，随后形成了劳里亚等分离的几块大陆。盘古大陆的分裂最终导致了现代大陆的形成，为每个大陆上独特的恐龙群体的演化创造了条件。新的环境也导致了适应特定条件栖息地的新型恐龙的出现，而且在晚白垩纪首次出现了开花的植物，这对当时的生态系统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改变了食物链以及恐龙与植物的互动方式。此外，海平面进一步上升，淹没了低洼地区，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浅水区域，为新的海洋生态系统的发展腾出了空间。在那个时候，水生生物丰富多样。随着白垩纪的进行，大陆开始缓慢分离，曾经统一的盘古大陆逐渐演变为劳里亚、亚洲和顿庄大陆等几块陆地。随着时间推移，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现代大陆。当然，在大陆上散漫自由的恐龙们也由此被分离开来。在白垩纪期间，每个生物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和劣势，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此时，在北美洲大陆的中心，最强大的捕食者和最顽强的草食动物之间即将展开一场激烈的碰撞。霸王龙，我们都知道是陆地上的霸主，不仅实力强悍，连脾气也是十分的暴躁，是暴龙属以及大型兽脚类恐龙的双科代表。它们一般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四处游荡，看谁不顺眼的话就会上前进行一番友好交流。霸王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陆地捕食者之一，身长可达39英尺，重约7吨。它庞大的颚部和长达6英寸的锋利牙齿，让它们横行大陆无所畏惧。除了天上够不到的空军外，地上所有种类的动物基本上都被它们欺负了个遍。19世纪末，在美国西部首次发现了霸王龙的遗骸，这一发现成了古生物学的里程碑，因为那时它是迄今发现的最完整和最大的恐龙之一，还曾在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出。霸王龙的咬合力超过12800磅，使其成为有记录以来咬合力最强的动物之一。据推测，霸王龙不仅战力爆表，连速度也不弱，奔跑速度可达每小时20英里。众所周知，厉害的动物一般都跑得不慢。那就有人要问了，这岂不是无敌了？当然不可能，霸王龙的对手可不少，其中的代表就属三角龙了。三角龙是一种大型草食恐龙，外观有点像现代的犀牛，别看它看起来呆萌呆萌的，脾气跟霸王龙一样是个牛脾气。这也是为啥它一个吃草的非得跟一个吃肉的过不去。三角龙的长度可达29英尺，体重高达12吨，巨大的头部上环绕着一个由角质组成的骨质冠，这也是它们能跟霸王龙抗衡的资本。
考古学家还在三角龙的骨骼中发现了类似于现代鸟类羽毛的血管结构，这表明三角龙可能像鸟类一样拥有鲜艳亮丽的颜色，这能帮助它们进行更好的社交。还发现许多三角龙化石的头部都有磨损和凹痕，显示出它们非常好斗，可能是为了一块物质丰富的领地，或者几位强壮而美丽的伴侣。这个三角龙标本不仅一个角断了，还有一排恐怖的牙印。然而，经研究表明，这头三角龙属于自然死亡，可想而知，三角龙的生存能力是何等恐怖。那么，甲龙就要站出来对暴力大声说不了。当时，甲龙也在现代美国和加拿大的领土上游荡，它的长度可达29英尺，体重约7吨。甲龙以其独特的体甲而闻名，包括厚实的骨板和棒槌状的尾巴。这身装甲让绝大部分的肉食动物看了直摇头。尤其是棒槌状的尾巴是其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有几块大型骨骼融合而成，形成了一个重达数百磅的骨质块。这种块状物可被用作防御武器，也可以被用力摆动，击碎骨骼杀死对手，总之比乌龟强多了。这种独特的适应性和装甲让甲龙能够轻松地在这个神仙满地走的地方生活。北美洲还有一种独特物种，就是厚头龙。1943年，化石猎手巴纳姆布朗在蒙大拿州的希尔克利克城中挖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头骨。经过仔细研究后，才惊奇地发现这是一种叫厚头龙的化石。这种恐龙长有15英尺，体重约为990磅。它的拉丁名字意思是胖头蜥蜴，指的就是它那厚实的圆顶颅骨，其厚度能达到7英寸，用于在头部护撞时提供保护。当然，打架嘛，无非就是为了江山和美人。虽然厚头龙头铁，但它们大多数性格温柔，是一种向往和平的生物，一般只在没动物的空地上安静地吃草。我们通常都认为恐龙是一种可怕的巨型蜥蜴，但总有那么些例外，就是与众不同。让我们快进到诺亚西亚，曾经是超大陆盘古大陆的第2个碎片陆地。在早白垩纪期间的茂密原始森林中，存在着一种名为始祖鸟的小型羽毛恐龙。始祖鸟的体型与乌鸦相似，它是从有羽毛的小型兽脚类恐龙进化而来的早期鸟类之一。它经常在古老树木的枝干间捕食昆虫和小型爬行动物。始祖鸟的发现可以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末。当时一位名叫雅各布·尼米耶尔的德国农民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的祖洛芬尼石灰岩地层中发现了一根化石羽毛，随后人们又找到了更加完整的标本。始祖鸟的发现向科学界提供了鸟类和恐龙之间进化联系的第一个清晰证据。它独特地结合了鸟类和爬行动物的特征，如羽毛和叉骨，挑战了将鸟类视为一个独立动物群的传统观点。与此同时，在同一片森林的另一端，正在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逃亡之旅。一只银角龙正被一只角龙类恐龙追赶。银角龙具有紧凑而敏捷的身体，个头小，主要依靠4条腿操纵身体。在希腊语中 Letocerators 意味着有纤细者的面孔。这种动物有着尖锐的喙，头部后面有一个小的颈环，鼻子上有一只短角。它的体长约为6.5英尺，体重大约为330磅。由于这种食草恐龙相对较小，它很容易成为其他掠食者的猎物。此时，它成了一只犀鸟龙的目标。犀鸟龙是一种肉食性恐龙，体长可达10英尺，身高约6.5英尺。犀鸟龙拥有纵向压缩的延长头骨，相对较大的大脑和锋利的牙齿。每只脚的第二指上还有一只巨大而可怕的镰刀状爪子，帮助它们抓住猎物，能轻松撕开皮肤。凭借着这一致命的武器组合，它们的目标几乎毫无逃脱的可能。当我们向东行进，来到古老的亚洲时，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壮丽的生物。这些生物将这片广袤的土地视为自己的家园，从高大的食草动物到可怕的捕食者，这些巨兽拥有各种适应能力，使它们能够在自己的环境中茁壮成长。毫无疑问，最凶猛的捕食者之一，褐暴龙成为了统治现代亚洲领土的物种之一。褐暴龙是一种属于暴龙科的大型兽脚类恐龙，它与著名的霸王龙和阿尔伯托龙属同一科。可以说，暴龙一族天生就有强大的模板。褐暴龙是一种两足捕食者，也是当时最大的食肉恐龙之一。科学家估计，成年个体能长到约40英尺。
重达6吨。它拥有庞大的头骨、强大的颚部、锋利的牙齿和强壮的颈部肌肉，这些特征使它成为当时最可怕的捕食者之一。大型动物也是它们的目标。特暴龙最早是由古生物学家巴斯博尔德·任钦在1955年提出的，并命名为勇士暴龙。考古发现，它们大多生活在现代的蒙古地区，在该地区还发现了几个保存完好的该物种化石。特暴龙一直被认为是霸王龙的近亲，一些古生物学家还推测这2个物种实际上是同一物种，猜测特暴龙是霸王龙属在亚洲的一个远方分支。然而，经过长期的研究表明，它们是不同的物种。特暴龙具有独特的特征，较长的前肢、更长的头骨和不那么粗壮的体型，与霸王龙各方面都有区别。一般而言，特暴龙成年后就可以捕食任何大小的恐龙，比平头哥还平的哥，而年幼的特暴龙则能捕食像鹦鹉龙这样的小型生物。鹦鹉龙是一种生活在白垩纪时期的小型草食性恐龙，它们属于角龙科。该科还包括著名的三角龙和赤角龙。从西亚语翻译过来 ，Arid lazy 的意思是鹦鹉蜥蜴。这个名称是根据鹦鹉龙的头骨形状命名的，它具有类似鹦鹉喙状的嘴部。喙状嘴是草食性恐龙中常见的特征，它们能够有效地切割植被。鹦鹉龙是一种四足恐龙，是最小的角龙之一，长度约为 6.5 英尺，重约44磅。具有小巧的头骨、喙状口部和扁平的叶状牙齿，主要以软植物为食，以其独特的头部装饰而闻名，包括延长的头骨、角角和一副可能用于防御或炫耀的鳞状装饰。由于其独特的骨骼结构，这种恐龙可以快速敏捷地移动，有助于它们逃避捕食者。说到小而敏捷，怎能不提大名鼎鼎的迅猛龙呢？迅猛龙学名叫林盗龙，也称速龙，就是敏捷、狡猾的意思。别看它们个头小，但偏偏以肉食为主，这也由此形成了群居的生活习性。毕竟你再怎么敏捷机智，个头摆在那儿，独狼模式下，完全是给别人挠痒痒。这时候就充分体现了智慧和人多就是力量大的作用。凭借其锋利的爪子和聪明的狩猎策略，它们成为了任何生物都难以对抗的强大对手。20世纪初，在蒙古的戈壁沙漠首次发现了迅猛龙的化石。1922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安德斯领导的一支古生物学家团队，在德加托克塔祖地层中发现了第一个迅猛龙化石。这个标本就是第一个被科学记录的速龙，被命名为蒙古速龙。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亚洲的中国地区和蒙古地区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速龙化石。在2007年，古生物学家埃伦特纳、彼得马科维奇、马克洛瑞尔以及他们的同僚宣称，在一个来自于蒙古的林盗龙化石的前壁发现了羽金牛，最终确定了林盗龙是有羽毛的。Velociraptor 一词源自拉丁语，其中 Velox 意为快速， Raptor 意为窃贼或掠食者。这个名称的选择是因为这种恐龙的速度和敏捷性，以及它们作为捕食者的潜力。速龙较小，长约 6.5 英尺，体重约33磅。每只脚上第二指的大镰刀状爪子表明它们是一个高度灵巧且异常活跃的猎手。这个爪子可以用来抓住和固定猎物，较小型恐龙和早期哺乳类动物。速龙以其智慧和狩猎行为而闻名，这在恐龙中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了。速龙相对于体型而言，有相对较大的大脑，让它们成为一种聪明而高度适应的捕食者。再加上群居的生活习性，就自然而然地诞生出沟通和协调狩猎的策略。在1971年，蒙古的戈壁沙漠发现了蒙古速龙和圆角龙的化石，被称之为战斗中的恐龙。化石显示了2只恐龙在战斗中同时死亡，并永远地被石化。这是一只亚成年的速龙，它的后腿正抓住一只成年圆角龙的颈饰，骨骼的位置表明它们在死亡时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斗争或捕食互动。圆角龙张开的嘴巴表明它曾咬住了速龙，暗示着这是一场生死搏斗。这次的发现为科学家们提供了关于这2种恐龙的行为和生态的重要数据，并使人类能够窥见古代生态系统的动态。在死亡时，它们可能是因为领地或食物而展开的激烈斗争。这也表明速龙是一种积极的猎手和机会主义的掠食者。
也意味着它会捕食任何可能得到的猎物，而不是有特定的偏好或饮食习惯。这还表明圆角龙能够抵御树龙的攻击，并且进行反击，表现出一定的自卫能力。圆角龙是一种草食性恐龙，生活在晚白垩纪时期。它是四足恐龙中体型较小的角龙之一，长度约为8.2英尺，体重约为176磅。它的头骨配有强大的颚肌和叶形的牙齿，表明它主要以软质植物为食。圆角龙具有类似鸟喙的口鼻部，头骨独特，有一个大型的骨质项圈位于头部后面，眼睛上方有一对小角，面颊两旁有一对大角。在现到非洲这片土地上，有一群叫做棘龙的大型肉食性恐龙，它们通常在河流、岸边等地觅食，身长超过霸王龙，估计达到60英尺，体重高达20吨。棘龙的背部上有像帆一样巨大的结构，这些结构由深长的神经棘组成。这个特征的功能存在很多争议，有的人认为是用来调节温度的，也有说是用来求偶的，还有人认为这只是用来装逼的。棘龙过着半水生的生活方式，它能在水中游泳和捕猎，它的脚有蹼，有助于在水中滑动和灵活移动。棘龙在它那长而窄的颚部上配备有大而锋利的牙齿，非常适合捕捉像鱼类和两栖动物这样比较滑溜的猎物。除了水生适应性外，棘龙的前肢还拥有长而锋利的爪子，这些爪子在抓住和制服猎物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凭借着强大的环境适应能力，棘龙成为了一种令人敬畏的掠食者。在河岸的另一边，有一群禽龙正在茂盛的植被中觅食。禽龙是一种大型草食性恐龙，它们可以4足行走，也有可能以2足行走。它们的体长约32英尺，体重约为4吨，拥有宽大而狭长的头部，上颚前端有角质喙，内有类似于鬣蜥的牙齿，但更大且更为密集。禽龙最为人熟知的特征之一是前肢拇指上的尖刺，相信它们可以对敌人造成强大的打击。在同一地区，巨型的沙齿龙正在四处徘徊寻找猎物。沙齿龙是当时最大的肉食性恐龙之一，也可能是白垩纪时期在非洲的顶级捕食者。它的头部可达63英寸，根据不同估计，总长度可达39英尺，体重则在6到15吨之间。用2足行走，它有一条长而沉重的尾巴来帮助平衡身体，长达8英寸的牙齿让它们成为了一个可怕的猎手，与大白鲨的牙齿相似，因此也被称为大白鲨蜥蜴。几乎没有任何猎物能够独自对抗沙齿龙，这种恐龙的食谱也比较丰富，如棘龙和鬣蜥龙等都不在话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真正的巨型动物。南美洲引起数量众多、规模庞大的恐龙化石而闻名。南方巨兽龙是已知最大的食肉恐龙之一，根据一些资料估计，它甚至可能比著名的霸王龙还要大。但巨兽龙是一种生长缓慢的恐龙，需要大约20到25年的时间才能达到完全成年的大小，这个时间比霸王龙要长得多。成年的巨兽龙长约43英尺，重达11吨。巨兽龙的化石最早在阿根廷被发现，使其成为南美洲最著名的食肉恐龙之一。这一发现支持了白垩纪时期冈瓦纳大陆上丰富的动物族群和多样化的生态系统的观点。一些研究表明，巨兽龙可能像其他兽脚类恐龙一样生活在群体中，这表明它们可能是一种以群体狩猎的社会性动物。但巨兽龙并不是这个茂盛的热带环境中唯一的捕食者。在这个充满竞争的环境中，巨兽龙不仅要与同类争夺领地和资源，还要与其他食肉恐龙竞争，如马普龙。马普龙与巨兽龙密切相关，它们在大小、形状和取食习惯上非常相似，两者都是生活在晚白垩纪南美洲的大型食肉恐龙，它们的颅骨和下颌结构也相似。马普龙体长约36英尺，重达5吨。首个马普龙化石遗骸于2000年在阿根廷被发现，并且还是多个标本同时被发现，这在恐龙化石中是相当罕见的，表明马普龙是一种群居动物。它们以协作的方式一起捕猎大型猎物，类似于现代的狼或狮子。说到这就不得不提在阿根廷地区一种极其巨大的恐龙——阿根廷龙。事实表明，这种恐龙是已知存在的最大恐龙之一，因其在阿根廷被发现，因此得名。
它被估计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体长和体重，但具体的尺寸存在很多争议。阿根廷龙是一种植食性恐龙，以巨大的体型和场景闻名。根据一些化石估计，阿根廷龙可能长达115英尺长，总重约100吨。作为蜥脚类恐龙，阿根廷龙以多种植物为食，包括针叶树和蕨类植物。有观点认为，它的长脖子和小头部是为了能够够到树木最高的部分而进化的。当然，跟长颈鹿一样，这种观点非常不符合进化论，因为体型过于巨大，让它们行动非常缓慢。相对而言，对大多数捕食者来说也是无懈可击的。它们具有独特的四肢结构，非常宽阔的臀部，股骨较短，表明它们采取了宽稳的姿势，以支撑起庞大的体重。在阿根廷龙的骨骼中发现的生长线说明它们具有很长的寿命，可能活到100岁甚至更长。这个寿命比大多数其他恐龙要长得多，大部分恐龙的寿命通常在20到50岁之间。在整个白垩纪的数百万年间，澳大利亚逐渐从冈瓦纳大陆分离出来，并开始向北移动，导致澳大利亚与南极洲分离，最终与欧亚板块碰撞，并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知的澳大利亚大陆。当时的澳大利亚气候通常温暖湿润，茂密的植被覆盖了大部分地区。在大陆内部有丰富的河流和湖泊系统，该地区的气候有季节性，旱季过后就是雨季。这对于栖息在该地区的恐龙来说有着重大的影响，它们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才能生存下来，为大型草食性恐龙木汤龙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它是一种四足恐龙，身体庞大，头部相对较小，长度可达26英尺，重量大约3吨左右。在澳大利亚的多个不同地点发现了木汤龙化石，表明这种恐龙分布广泛，并且生活在孤立的种群中。木汤龙具有一些特征，使它们能够在干旱的季节性气候中生存，例如它们的大鼻腔有助于减少水分流失。木汤龙以各种植物为食，包括针叶树、蕨类植物、铁树和银杏树。然而在旱季，这些恐龙不得不迁徙到新的地点寻找食物和水源。与木汤龙不同，雷尼洛龙是一种生活在白垩纪的小型二足草食恐龙。古生物学家估计雷尼洛龙的长度不超过4英尺，体重约为44磅。这样的体型使它们能够迅速灵活地穿越丛林寻找食物。尽管木汤龙和雷尼洛龙生活在同一生态系统中，但它们在大小和其他特征上的差异使它们能够利用不同的资源并避免竞争。在早白垩纪时期，澳大利亚离北极圈较近，因此经历了极长的黑夜和白昼，在某些地方可能连续数周甚至数月都看不到阳光。这意味着雷尼洛龙都有可能生活在黑暗中。一个雷尼洛龙的颅骨碎片显示出它们的眼睛扩大和比例较大的视野，表明它们已经适应了低光条件。雷尼洛龙还在身体上长有长而厚实的毛状刷毛，在白垩纪早期的南岸夜晚中帮助它们保暖。此外，较小的体型让它们在旱季减少了对水的要求。值得一提的是，我所列举的一些恐龙可能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现，因为在白垩纪晚期，由于地壳板块的运动，大陆本身发生了变化，大陆开始分离并移动，形成了不同的地理配置，这导致了恐龙在世界各地的分布变化，并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生态系统和物种组合。所以，除了主要出现在特定地区外，在其他地方也可能发现它们的亲属物种或相关化石。对于恐龙的具体分布和迁移模式，科学家们正在通过化石记录和地质证据进行研究和推断。总结而言，白垩纪是恐龙进化的多样性时期，从巨大的阿根廷龙到敏捷的树龙，各种物种在这个时期茁壮成长。同时，白垩纪也标志着恐龙在地球上统治的终结。根据一种理论，全球性的灭绝事件可能是由陨石撞击引发的，导致了恐龙以及当时存在的许多其他物种的消亡。这一灾难性事件结束了中生代纪元，为随后的新生代纪元中新的生命形式的崛起铺平了道路。恐龙的灭绝仍然是科学研究中一个引人入胜的课题。持续的研究不断揭示了塑造地球历史的各种事件，
白垩纪第三纪灭绝事件改变了地球上的生命轨迹，为新的生物群体的兴起创造了机会。无论如何，这个历史事件提醒着我们珍惜现在的生命多样性，并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们，唯一不变的是生命异常的脆弱性。我们试着推测，如果白垩纪第三纪灭绝事件没有发生，恐龙没有遭到灭顶之灾，那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如果恐龙没有灭绝，它们可能继续在地球上繁衍生息，进一步演化和分化出更多的物种。它们可能会在不同的环境中占据不同的生态位，形成更复杂的生态系统。与恐龙竞争的其他动物群体会面临更大的挑战，从而导致它们的演化路径发生巨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看到的动物世界将会光怪陆离，生物将拥有各种奇特而强大的能力。另一方面，恐龙的存在也会对哺乳动物的演化产生不同的影响。哺乳动物可能会在恐龙的压力下不断进化，发展出更高效的生存策略，会更快的发展和多样化，可能会占据不同的生态位，形成不同的物种。然而，这些只是推测，我们无法准确预测如果恐龙没有灭绝会发生什么。如果人类的演化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或者说人类没有成为地球上的顶级掠食者，那么今天的世界会是怎样的呢？最后，喜欢敏感的朋友别忘点个关注哦，拜拜，拜拜。